在江湖上有个鲜为人知的门派大罗门，大罗门的剑法诡异多变，数剑一个窍，一剑可分6剑，出招时让人防不胜防，只要剑气一出，敌人必将饮恨当场。早在20年前，盗匪作乱，围攻柳城，百姓们被困在柳城中3个多月，苦不堪言。守城的柳将军收到了对方的劝降信，盗匪头目给城内3天时间献城投降。如今柳将军苦等救兵未果，城内已经弹尽粮绝，一些饥肠辘辘的百姓只能捡拾脚底的野菜果腹，野菜的味道实在难以忍受。看到一旁妇女抱着的婴儿，他想到了一子而食，遂拿起刀走了过去。官兵们看到后，将他抓到柳将军面前。听完百姓声泪俱下的控诉，将军也动了恻隐之心，决定和贼兵决一死战。柳将军将百姓们的金银珠宝搜集到一起，让手下柳怀德和柳宗带着自己夫人和百姓们逃命。若干年之后，柳夫人带出来的人在村子里繁衍生息，其中明珠是后辈中的佼佼者。某天，柳夫人从外地回归，却身受重伤，自知时日无多的她，将过去的事情告诉了身边的儿女。当年他们趁着战乱才逃到了这座村子，柳将军战死，柳怀德和柳宗也在乱军之中失去了踪迹。这些年，柳夫人到处打听，终于查到了柳怀德的女儿柳青青的下落。可惜江湖中有一个黑虎帮，他们也在寻找那箱珠宝。柳夫人不慎遭到黑虎帮暗算，拼尽全力才侥幸逃了出来。她告诉身边的几个徒弟，一定要找到柳青青，找出那箱珠宝，还给百姓们。说完就领了盒饭，众人哭成一片。这时明珠察觉到屋顶有人，立马扔出剪刀，下一秒一个黑衣人摔了下来，另一个黑衣人见势不妙，骑马开溜了。黑衣人一路回到大本营，将探听到的情报告诉了黑虎帮的老大。老大立刻下令将柳青青给我抓回来。另一边，刚准备搬家的柳青青就遭到黑虎帮的袭击，几个大汉不由分说的将青青给塞进了麻袋，扬长而去。在回总部的路上，一个云游在外的少侠周应龙在听到柳青青的呼喊后，立刻飞身上马追了上去。一番你追我赶，周应龙终于拦住了他们，一声且慢，让众人惊诧不已。周自报家门，我乃常山大罗门第3代弟子周应龙是也。可黑虎帮的人横行惯了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什么玩意儿，没听说过，我还常山赵子龙呢，多管闲事。面对哄堂大笑的几人，周应龙怒了，拔出手中的宝剑。他的剑很奇怪，变化莫测，剑中有剑，咻咻咻几剑下去，通通被秒杀。剩下一个成员吓得脚底抹油，赶紧跑了。回去之后，就立马将消息告诉了黑虎帮老大。周应龙没有去追赶，而是救下了被困的柳青青。这一英雄救美的举动，也让青青心生好感。周应龙决定亲自送青青回家。回去的2人正好被追来的明珠几人看到。从2人的对话中，明珠也得知了柳青青名字和住处，于是几人悄悄在背后尾随。途中，周应龙和柳青青来到一处尼姑庵借宿。由于徒弟们都出去做法事了，庵内只剩下一个老尼姑。尾随而至的明珠突然跳了出来，他们早就看出老尼姑是黑虎帮的杀手。明珠几人杀死老尼姑后，掳走了柳青青。柳青青的呼救声瞬间吸引周应龙的注意。周应龙刚要拍马追赶，就被明珠拦住了去路。明珠胡搅蛮缠，硬说周应龙冲撞了自己，要让周应龙下马磕头。气恼的周应龙知道对方是找茬的，立刻亮出手中的宝剑。2人比拼了数招，周应龙切下明珠的头巾，略胜一筹。好男不跟女斗的他，选择继续追赶柳青青，只留下原地生闷气的明珠。与此同时，黑虎帮的人袭击了柳青青的马车，眼看就要玩完，幸好周应龙宛如救世主一般赶到，拔出宝剑，身似游龙般杀了过来，一剑一个，非常 nice。打斗时，一人的面罩被挑落，周应龙震惊了，竟然是自己的同门3师兄。大罗门自诩光明磊落，一直以行侠仗义为荣，他们可容不得3师兄这种为虎作伥的败类。周应龙立马将3师兄带回大罗门审问，门派内众弟子都要求3师兄在师父灵前下跪认错，3师兄则全然不服，你们这些小弟子要审判他还不够格。3师兄表示要让如今的掌门大师兄来定夺，可如今掌门大师兄外出违规，众人也确实做不了主，只能无奈地放任3师兄扬长而去。另一边，准备送柳青青回家的周应龙正巧在客栈门口碰到了大师兄，他将3师兄加入黑虎帮的事情告知了大师兄。大师兄听完后表示，如果3师弟真的违背门规，自己会亲手砍下他的头带回大罗门。2人交谈的时候，被躲在一旁的明珠偷听到。另一边，失去女儿的柳怀德万念俱灰，准备上吊自杀。幸好周应龙带着柳青青及时赶到，
救下了柳怀德。柳怀德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，柳青青只能用手语和他交流。对于周应龙的恩情，柳青青无以为报。时候不早了，就让周应龙留在家里借宿一晚，聊表心意。深夜，柳怀德持剑闯进房间，偷袭了周应龙，但被周应龙识破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柳怀德不仅会武功，还能开口说话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柳怀德不是对手，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，柳父被一下子干倒在地。在柳青青面前，柳父说出了真相，原来他不是哑巴，更不是柳青青的父亲柳怀德，而是二叔柳宗。话说到一半，明珠几人突然翻墙而入，一番解释后，大家解开了误会，柳宗也放松了警惕。当年柳怀德和柳宗负责运送马车，期间柳怀德身中数箭，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柳宗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他将那箱珠宝藏了起来，独自将柳青青抚养长大，并且装聋作哑了20年。柳青青听完后泣不成声。就在柳宗要拿出藏宝图的时候，暗中埋伏的黑虎帮突然冲了进来，双方人马乱战在一起。拿到藏宝图的明珠成为了黑虎帮的目标，他们使用迷魂伞偷袭了明珠，明珠昏迷不醒，藏宝图也落到了黑虎帮的手里。如今藏宝图被抢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柳宗则表示不用担心，东西是他埋的，不用藏宝图，自己也能找到。可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当他们赶到时，埋在地里的珠宝已经被黑虎帮抢先一步挖走了。但黑虎帮拿到的那箱珠宝里面全是石头，真正的珠宝早已经被柳怀德调了包。黑虎寨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与此同时，周应龙等人在路上偶遇了闲逛的大师兄。趁着大师兄和周应龙聊天的时候，黑虎帮的人劫走了柳青青，然后用柳青青的玉佩吸引周应龙掉进陷阱。面对众多人马围剿，周应龙脸上没有丝毫惧色，宝剑再次出鞘，一剑一个，还能一剑6用。黑虎帮的人虽然多，但全不是周应龙的对手。面对黑虎帮放出的冷箭，周应龙轻描淡写的用剑夹住。随后明珠几人也赶来助战，一群人合力杀退了黑虎帮。可当他们赶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柳宗已经惨遭不测。刚要离开，却发现柳宗的剑上刻有一行数字。明珠猜出了数字的奥秘，他拿出般若心经一一对照，得到珠宝就藏在般若寺的菩萨像中。他们兵分两路，由周应龙去救柳青青，其余几人则去找珠宝。明珠担心周应龙的安危，便跟随着周应龙一起来到了黑虎帮的总部。黑虎帮老大命手下放2人进来，一见到老大的模样，周应龙大惊失色，张大了嘴巴。老大竟然是自己的大师兄。大师兄坦言，自己一直对周应龙心怀恨意，师父生前十分偏爱周应龙，只把大罗剑法传给他一个人，自己身为大师兄却什么也捞不到。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，中途大师兄拿柳青青的命相要挟，逼迫周应龙和明珠交出珠宝的下落。眼见柳青青就要死于机关，明珠心生不忍，只好说出了般若寺。大师兄押着3人得意洋洋地前往般若寺。路上，明珠看到了暗中埋伏的小师妹，突然灵机一动，给他们暗示去大罗门搬救兵。小师妹会意，由师兄去大罗门请救兵，自己则继续跟着押送的队伍。两人悄悄弄晕了队伍尾部的2个小兵，并装扮成对方的模样来到般若寺。两人趁机搅乱黑虎帮的行动。就在几人缠斗之时，大罗门的人马赶到了现场，看到大师兄就是黑虎帮的老大，二师兄怒不可遏，立马祭出师傅的戒刀，表示要代替师傅清理门户。可二师兄的武功根本不是对手，上了西天。一番乱战后，大罗门的人全都送了人头。大师兄继续命人挖宝，可菩萨像中并未找到宝物。大师兄灵机一动，让人往地上挖，果然挖到了箱子，打开一看，满满一箱珠宝。得偿所愿后，大师兄自然不会放过周应龙和明珠，在将他们统统绑在柱子上后，大师兄一把火将般若寺付之一炬。眼看着周应龙等人就要被烧死，没死透的小师妹突然被一根木头撞醒了过来，连忙起身解救了2人。周应龙拿起地上的戒刀就冲了出去，他要为大罗门清理门户。双方在乱葬岗展开了最后的对决。期间，周应龙为了救柳青青，扔出了手中的戒刀，没了武器，周应龙顿时攻击力大减，背后还被大师兄砍了一剑，身上多处挂彩。柳青青在杀死一名匪徒后，将戒刀扔给了周应龙，没想到戒刀就是师傅留下的大罗剑，可以变长变短，剑中有剑，还能孔雀开屏，厉害了厉害了！最后凭借牛掰的大罗剑刺死了大师兄，同时明珠也一剑捅死3师兄，抢回了珠宝。不幸的是，柳青青因为伤重身死，2人就地掩埋。从此，周应龙和明珠亡命天涯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50年前的这部《大罗剑侠》拍摄十分大胆，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摄影搭棚的景，
全部都是实拍。虽然剧情上有些诟病，大 boss 也比较好猜，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有些过于粗糙，但在当时来说，这部电影还是非常的惊艳的。